他是中国最顶尖、最拔尖的搏击战神，30秒 KO 欧洲世界冠军，2拳 KO 世界排名前3的搏击拳王，甚至连排名第1和泰拳王子波球对他都忌惮不已。只要被他的重拳盯上，上1秒或许还在和对手嘻嘻哈哈虚晃试探，那么下1秒就有可能把重拳打在对手的肋骨上面，从而达到快速取胜的效果。以一招爆肝拳闻名于国际拳坛。别看此人个子不高，体型不壮，职业生涯初期的道路不顺畅，其实这家伙的实力远远超过同级别所有的选手。来自河南周口的魏宁辉，先是积攒了雄厚的武术根基，后又去往泰国进行纯泰式的系统式训练，学成归来以后，便开始在中国擂台阻击外来强敌。首先面对的是来自波兰的托马兹，这个家伙完全就不是人类，虽然年龄偏大，但这家伙的综合实力能顶2个魏宁辉，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托马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然而魏宁辉面对眼前这位搏击大神，采访的时候毅然而然说出了一段让人振奋的话语。前几天我也看了我的对手的比赛视频，他的金腰带挂了半个擂台，差不多有14条。这次的对手跟我打法差不多，就是拼打型的，拳重腿重的那种。我在下面训练就是硬，教练也跟我说，碰到这样的对手就要硬对硬，逼着他打，不能退。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年仅21岁的魏宁辉有很大的志气，这场比赛也算是魏宁辉职业生涯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因为这次胜利，直接让士气低迷的魏宁辉重振旗鼓，才有了后来一晚 KO 3位世界冠军的精彩表现。Dennis 在他上场比赛是惜败给了可以说是神级的世界级泰拳鬼才级大师勒德斯拉。魏宁辉的争断扫题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只用了30多秒的时间，便将这位鼎鼎大名的欧洲世界冠军斩于马下。这次胜利直接让魏宁辉完成了3级跳，从籍籍无名的重炮手到赫赫有名的重炮手，魏宁辉只用了1场比赛就完成了蜕变。放眼整个搏击擂台乃至整个世界的搏击擂台，谁能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挑战？卡过来之后，终于又一记击负，直接把托马斯给闷倒在地，太精彩了！赢了比赛的魏宁辉有好处，同样也有坏处。精湛的战术打法，还有他那如同死神降临一般的拼打作战体系，很快就让魏宁辉推向了搏击顶流。来自加拿大的丹尼斯·布瑞克慕名而来，同为拼打型选手的丹尼斯很是恐怖，他的 KO 率高达 95%。与其说他是拼打型选手，不如说他是在帮助对手去死。所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将对手打晕抬走位结尾，足以证明丹尼斯在擂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能力。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丹尼斯的体型要比魏宁辉壮硕一点，其实两位的身高基本上相差不大，但在作战计划上面，丹尼斯貌似更胜一筹。毕竟丹尼斯已经纵横拳坛20余年，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 ，KO 率依然高达 95%。看来他所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奔着 KO 对手去的，根本就没打算要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将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选手极为恐怖。他会打出很多不同的动作，但力量都非常大。他不仅能打站立，关键他还能打地面，还能打 MMA 比赛，这技术非常全面。今天的这个比赛是泰拳比赛，跟前面自由搏击不同，是可以用手的。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泰拳的比赛。你看，这个丹尼斯这个摆拳的力量哦，这不高，爆发力非常好。对，哟，你看他的所有摆拳，哟呵。魏宁辉要小心了，因为现在是丹尼斯比他快了一拍。他主要靠在此之前，丹尼斯曾与3位中国选手交过手，无一例外，3位中国选手都没能撑到比赛结束，全部都是被丹尼斯在比赛结束之前终结 KO。对此，丹尼斯对中国选手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然而，魏宁辉虽然是中国选手，但魏宁辉自身的武术根基是泰拳，并没有将传统武术融贯一通。明知丹尼斯在赛前对中国选手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魏宁辉当然不会在擂台上频繁实施中式作战打法。丹尼斯很轻的。现在啊，这个魏宁辉有意识的要用你的这个对前草或者是前蹬控制对方，别让他尽量的冲进来。他个儿低，他就靠这种摆拳。漂亮，横空的这个飞赛，漂亮，爆发力太好了，爆发力灵活，爆发力好，速度快，力量还大，力量非常大，速度也快。丹尼斯·布瑞克是丹尼斯从比赛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试探行为，拿着重拳重腿就开始猛压魏宁辉内围做动作，丝毫不给魏宁辉任何喘息的机会。奈何魏宁辉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软柿子，既然能选择回国发展，那么魏宁辉的自身实力固然是很强硬，
然而，绰号搏击鬼才的丹尼斯很是诡异，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下1秒要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他敢，因为他非常放松，所有招式都敢出。他说他认为他这场比赛，他认为我能赢，才敢出这个动作。在第1回合啊，他敢这样表现自己，你看。哦，丹尼斯刚才就来了一拳，刚才这个左手的摆拳，魏宁辉的摆拳也很重。这是一个以强对强的一个对决。对，你不要怵着，你一怵着就没法打这场比赛，没法打这比赛了，硬碰硬再打。对，只能扛住。但扛住也挺困难的，拳太重了。魏宁辉虽然是年轻啊，但是呢，他的大赛经验其实要比丹尼斯·布瑞克要丰富。比赛，好，我们来看看这第2回合开始了。魏宁辉所打出的进攻招式极具有试探意义，经过1回合3分钟的试探，也算是摸清楚了丹尼斯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术打法。面对魏宁辉的防守反击，丹尼斯毫不犹豫直接实施了一次搂抱。这一次搂抱足以证明他非常害怕魏宁辉的防守反击。中国最顶尖最拔尖的搏击战神可不是闹着玩的，挨到重击的丹尼斯现在还显现不出来，真要是频繁挨到魏宁辉重击的话，恐怕丹尼斯的肋骨会保不住。硬片，膝撞漂亮啊，这撞对，但双方没有打出走，其实行，这泰式比赛可以用走。这个场裁判毛俊告诉对方，就是你搂抱，你要有动作，不能搂抱没有动作不是不行的。漂亮的击服，魏宁辉。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第2局魏宁辉也放开了。对，教练让魏宁辉打得很开心，那是因为他早就已经将丹尼斯的作战计划了解透彻，只需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便可迅速将丹尼斯斩于马下。频繁的拳脚进攻并没有阻止魏宁辉前进的步伐。这个好的原因，看，你看，这一次击服，这就是一个击服，打3 KO。教练指导也非常到位，这个非常到位，因为他在广步头没有顾到自己的这个重要就是腹部这个地方。这时候丹尼斯，对，继续打。丹尼斯的重拳可能摧毁不了魏宁辉的防御姿态，但魏宁辉的重拳足够丹尼斯喝一壶。肋骨遭到重创的丹尼斯害怕了，对肋骨严加防守的丹尼斯依然逃脱不了被魏宁辉进攻命中。既然拳头很难命中丹尼斯的肋骨，那么魏宁辉就用脚来打开局面。不要脆弱，因为人的可以说人的肝部是在右侧，特别是打到右侧的肝部呢，这个是继续往肝部进攻，继续打，漂亮。因为丹尼斯过于在今天比赛里面他的这个表现，打太好了，非常漂亮。比赛结束了，TKO对手，实在太好了，这个大翻盘，太精彩了，魏宁辉，太精彩了，魏宁好。魏宁辉。最终魏宁辉获得了比赛胜利。中国小级别实力最顶尖最拔尖的搏击战神，当属魏宁辉事业。欧洲世界冠军又如何？同为拼打型且作战经验丰富的加拿大世界冠军又如何？魏宁辉依然能做到快速秒杀 KO。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宁辉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